所有看真，向前看，小谢。下达口令怎么下的？你在唱歌吗？报告，我觉得我下的没有问题。报告班长，我认为我可以比陆警做得更好。香香，你是不是不服啊？不服。最近，陆军第71集团军的准排长正在紧张的训练，他们将在这里完成走向基层前的最重要一步——上星。然而，要想在肩上挂上代表排长军衔的闪亮夜星，并不容易。3个月的集训，他们不仅有体力的比拼，还有脑力的较量。这些准排长们将如何过5关斩6将，才能如愿摘到这颗星呢？在众多的准排长中，女排长格外引人瞩目。她们有的来自大学校园，有的来自特战沙场，还有的来自火热基层。她们虽然看起来柔弱，但在训练场上却时刻绷紧着神经，随时处于拼命三郎的状态。其实他也有一种环境的压力。那如果我们的成绩太差的话，那人家可能单位就说：“哎呀，这个单位的女排长怎么这么差呀？”其实每个人还是在较劲，还是在跟自己较劲，因为就是不想成为别人口中的那个落下的那个人。由于来自不同的基层单位，每个人代表的不仅是自己，更是集体的荣誉，所以争第一是他们每个人的信念。那么，从一名军校学员成长为一名排长，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我想我们新排长到了岗位之后就要带领好我们全排的同志，能够完成任务，需要具备的就是我们带兵打仗这样一个能力。然而，女排长们的经历各不相同，各自要突破的困境也各不相同。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有这样几个女孩令记者格外担心：她们能顺利上星吗？姐，你今天怎么跑这么快啊？刚开始我跟着你，后面你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后面看不见你了。是你跑不动了吧？准备，开始！在武装3公里考核中，被大家寄予厚望的就是新排长集训队中名副其实的体能王陆姐，她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六姐。那么，六姐的称号是因何得来的呢？因为她很1、2、3、4、5、6、6、6、6、6、6、6。因为他姓陆，所以就是跟6比较谐音，而且他平时就是干什么都很积极、很扎实。6都是比较厉害的嘛，所以说6姐当之无愧的6。不管干什么都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不6吗？陆锦曾是西藏军区某旅的特战女兵，2年的特战生涯让她在体能和技战术方面格外突出，似乎训练场就是她的主场。我是一个特战女兵，我怎么能跑不过别人呢？然而，在训练场上大放异彩的体能王陆锦，其实也有着自己的短板。很大一部分人是青年学员嘛，然后他们在学校是经过了4年的培训，所以在参谋技能这一方面可能是比我强的。原来，此次新排长集训不仅有体能科目的训练，理论考核也是最终检验能否上星的重要一环，这可让陆锦犯了难。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话会比较焦虑吧，就有一段时间我可能就是睡不着觉，就会感到因为自己跟他们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为了尽快赶上进度，陆锦几乎把所有的休息时间都用来读书。军营里总能看到陆锦苦读的身影，在陆锦随身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写着总结下来的各种考点。看到了或者说想到了，我就会及时的给它写下来、记录下来，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就像跑步一样，你一步一步的去跑，一步一个脚印，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的去记，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不给我们单位拖后腿吧。
除了努力弥补短板，陆锦还时刻发挥着自己的特战优势。为了让战友们能够更好地掌握战术技能，6姐化身最佳教练，为大家总结了一些训练小妙招。同志们，等会我们学习一下手枪的使用。在手枪使用过程中，大家有什么问题？报告，我有个问题。啥呀？陆姐，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有针线啊？有人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这干什么的？关针引线。在这儿先卖个关子，给大家留个悬念。这是一次户外教学，针和线为何出现在了手枪旁？陆锦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都有，出枪！你看你是这个指头啊，你不要往里伸那么多，你不要用这个地方，要用指腹，就这2/3的地方，然后去握住它。陆锦并没有马上揭秘针线的用途，而是纠正大家的举枪动作。你把你注意力放在靶子上，还是放在平针关系上？我当然放在靶子上了。你打枪的时候，你们不放在目标上吗？你反而放在枪上，那我又不是打枪，我是打目标的。你想，你看靶子去了，你这个枪，你平针关系不对了，往下，你的枪往下走了，打得上不？你知道你枪往下了还是往上了？此时，不断向陆锦提问的女排长是本次集训队中军龄最长、年龄最大的肖香香。由于提干前一直担任卫生员，所以体能方面一直是她的软肋。但勤奋好学这4个字在她身上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你怎么去让你手底下的战士、手底下所带领的人去学会这些技能，其实就是比自己学会其实是更难的一种事情。就是这种教别人的能力，在部队也是非常重要的。此时，陆锦的针线也终于派上了用场。针口也太小了吧！又跑出来了，别紧张啊！不行，这针头太小了。加油加油！别着急，慢慢来。原来，陆锦的训练妙计就是要在大家举枪之后再进行穿针引线。初冬时节，长时间的举枪本就让这些女孩子浑身酸痛，再加上手指已经冻僵，难度可想而知。双手要协同住，心态不能崩溃，对，不然就会特别晃。尤其是刚刚举完枪，手臂特别酸，就一直在抖。那么，陆锦为何要安排这样的训练？它的实战意义又在哪里呢？小刚，怎么回事？枪进去了。你长时间狙枪的话，其实你这个胳膊肘会很累，你就会很想去抖一下，这种放松一下。但是你马上去穿那个针和线，你的手就是一直相当于也保持那个狙枪的姿势，它还是很酸胀的。然后你会觉得我好想把它穿进去啊，但是我越着急，我越穿不进去，就是考验一下大家的心理素质。原来这是陆锦总结的训练方法，以此来磨练大家的耐心和毅力。捏住。在肖香香眼里，陆锦不仅是榜样，更是一名合格的师傅。然而让陆锦没想到的是，自己教会的徒弟竟成了训练场上的对手。屈臂前腿对上肢力量要求比较高，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辅助训练，今天也是进行检验，看同志们能不能都达到优秀。各组按照场地划分，就位，上岗，开始。要坚持住，30秒。大家看陆锦的动作是非常标准的，大家要向他学习。陆锦还能不能坚持？哎，不错。50秒。
1分钟。来，我们鼓掌为陆锦加油！好，1分08秒。在教官组织的曲臂悬垂训练课上，陆锦刚刚以优异的成绩得到教官的肯定，此时却有人不服，发起了挑战。报告班长，我认为我可以比陆锦做得更好。香香香，你是不是不服啊？不服。你敢不敢跟陆锦比一比啊？敢不敢？敢不敢？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可能没有勇气说出这句话，但是今天在训练场上，当他拉过了超过1分钟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我必须要有勇气说出这句话，我一定要向他挑战，这样我才能迈过自己人生的一道坎。此时的陆锦刚刚完成1分钟的曲臂悬垂，身体机能不在最佳状态，他能比得过肖香香吗？陆锦，应不应战？应战。好，等一下你们2个开始评比竞赛。练过1次了之后，可能就是像这种比耐力的东西哈，你会觉得说肌肉很酸痛很累，然后你就可能状态没有那么好。如果说我已经在那种练过的状态下，别人再来挑战我，然后我还比他厉害，那我是真的比他厉害。一个不服输，一个不怕输，究竟谁会获胜呢？好，准备就位，开始。辅助人员松开。陆锦还是稳如泰山，肖香香有点坚持不住了，加油！45秒。比赛进行到45秒，肖香香的体能开始不支，但她拼尽全力，咬牙坚持。这一刻，她似乎是在和自己较劲。就是在这个比拼的过程中，我告诉自己，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要坚持下去，不要放弃。其实我本身不是在和他比，其实我是在和我自己比，就是告诉自己，我要不断的超越过去的那个自己。1分钟，好，最终，比赛以肖香香挑战失败而告终，而这却并没有打击到她的训练积极性。我几乎知道，我觉得结果一定是我肯定是比不过他的，但是我就是想享受去和他比的这个过程。在集训队的训练场上，不懂就问，有问题就提，是女排长们每天都会上演的画面。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前。你下达口令怎么下达？你在唱歌吗？为什么会有人笑？爸爸就想笑，就想笑。平时教的已经很多了，马上就要下连了，下连都是要当排长、当指挥员了。平时训练都在干什么？报告，我觉得我下的没有问题。正在和教官争论的是集训队中最具艺术气质的张开。他曾以黑龙江省艺术联考手风琴专业第1名的成绩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从小到大，音乐可以说是张开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生时，他又为何忽然要放弃音乐梦想，选择参军入伍呢？我从小就是想当兵，我知道当兵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又知道军人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小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会模仿自己是一个当兵的，然后敬礼这样。到达集训队后，除了体能训练带来的压力，张开最大的困扰竟然和他的音乐特长相关。我一直觉得音乐是一个让我比较引以为傲的东西，但是就没有想到
在这边给我造成了一个小困扰。在我印象里面，它就是香油卡金，就是带着大是这样的。但是在这边可能他就是要干脆利落，他要把那个香油卡金把前面给他讲快。如果按节奏来的话，就是哒哒哒哒。我一直觉得我口令下的很好听。向前看，手剑，第一个内容。听到张开的口令，教官李同庞也是哭笑不得。我们部队里面他是有规定有要求的，就不可能是按照他自己学音乐的想好听就行了，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求这个短促洪亮，有的时候突出重音，这个目的要明确，是为了让下面人听得清楚，而不是说这个口令自己听着好听。音乐对张开的影响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改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是张开不变的追求。教官李同庞也不是个轻易妥协的人，他想尽办法根治张开的口令错误。因为他是下连是要带兵的，部队也有一句话，自身能力素质不过硬，说话就不硬气。因为这是当排长当军官，这个要连续口令，向右看齐，这个向右是要连续，它要是有拖音，动令它要爆发出来，清楚没有啊？清楚了。经过教官的耐心指导后，张开也渐渐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开始接受教官的口令节奏。确实是把这个动令和预令给它分得开一点，就好听很多，而且会显得很干练。向右看齐，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前看，向前看。休息时间，张开对着同样站得笔直的战友大树一遍遍下着口令，让军队的口令节奏入心入脑。向左转。学音乐时，张开就懂得，要想台上不输气场，幕后必须不输功夫。他较劲的性格也早已刻在了骨子里。在此次集训中，张开除了要克服自己的困难，努力上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带队参加结业式的歌咏比赛。然而第一次合唱彩排，张开就感到头疼。有差距啊，兄弟们，要看到自己的差距啊，知道吗？他们中气特别足，怎么的？咱体能比人家差呀？啊，差不差？那能不能唱响？虽然大家普遍认为合唱比赛只要声音大、有气势就可以了，但张开不仅要训练大家的气息，更要训练大家的音准。战友，把音找准，唱。我希望，在我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不是特别差的那个。我从中游变到了中上游，我就希望能从中上游变到上游。那我到了上游之后，我就想争第一。这些女排长们除了在训练场上较真儿，在生活中还有着温暖的一面。好，原来你们都不在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只有蛋糕吗？哇！天哪，同志们，不是吧？来吧，切蛋糕，从头切到尾。第一刀顺风又顺水呀！想想今天晚上别在被窝里哭哭啊！哎呀，哎呀！来，姐妹们，
感情不是很容易那个啥的人，我就有什么事我都自己在心里记着。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特别的好，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好不容易聚到一起，就希望大家以后都特别幸福，特别快乐，有事常联系。生日快乐！今天的一切都太奇怪了，但是现在已经不奇怪了。今天晚上的所有一切都如此的奇怪，没想到你们在憋大招。原来今天是肖香香的生日，女排长们特意为她准备了蛋糕和火锅，而火锅是肖香香的最爱。陆景为何能精准猜中呢？陆姐，我快坚持不下去了。咱们转移一下注意力吧，都想想，想吃啥呀？哥哥，我想吃火锅。吃火锅。烧烤。我想吃寿司。汉堡。想吃家乡的羊肉。原来那次巨枪训练是陆景有意打探肖香香的口味，就想给她制造一个小惊喜。问一下肖香香你想吃啥？就是太刻意了，对吧？然后这个惊喜呢，我就把它融入到这个训练里面，让她神不知鬼不觉的，暴露了自己想吃什么。然后火锅安排。此刻肖香香无意暴露出的小愿望出现在了这场精心准备的生日饭桌上。我现在才反应过来，我说这不是我在训练场上的时候说的吗？没想到大家就真的给我记住了，就是让我心里特别的感动。其实小比拼小竞赛的结果并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们俩之间这份友谊。这真的是我最难忘的一次生日。我祈祷拥有一颗聪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愿有再去相信的勇气，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听排长集训既有甜味儿也有战味儿，这些永不服输的女排长们此刻正在为上星做着最后的努力，期待她们早日完成蜕变，向着崭新的军旅人生进发。其实真正把星挂上那一刻，其实我是倍感压力的，但是我又非常的开心，会觉得说自己的血是非常的沸腾，是有一种自豪感在里面。有了这颗星星之后，就要有更多的担当，